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 今天咱们来讲讲乌拉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俄罗斯人因勇猛好战被称作战斗民族，我们也会戏称他们毛子这个外号。话说，乌拉这个词究竟是怎样席卷全球人们的大脑，一度成为大家最为熟悉的俄语词汇的呢？在开始之前，先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概念，乌拉是乌拉的音译，它在俄语里是一个用于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气词，并没有具体的含义，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翻译。据说乌拉并非俄语原生词汇，而是源自其他语言。关于乌拉的起源流传着诸多版本，例如达达说、波兰说、突厥说、德意志说、罗马说、雅利安说等。不过多数人认为它来自东方的蒙古族语。全世界曾存在过几千种语言，它们被划分为9大语系。蒙古语属于9大语系中阿尔泰语系下的蒙古语族，而俄语与英语、德语一样，属于9大语系中的印欧语系，并不属于阿尔泰语系。那么印欧语系中的俄语为何会出现阿尔泰语系的词汇呢？俄罗斯人与蒙古人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公元13世纪，蒙古铁骑历经40多年的西征，一路踏足欧洲，最远抵达了东欧的波兰与匈牙利。成吉思汗之孙贝尔之金拔都于1243年建立了4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，又称清察汗国。其疆域大致涵盖了如今俄罗斯、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等地区。金帐汗国直至1502年被其分裂出的克里米亚汗国所灭。在这期间，蒙古人统治俄罗斯长达259年。若将克里米亚汗国视作最后一个蒙古汗国，算到其1783年被废除，前后共计540年。成吉思汗时期，蒙古人的行军口号为 Hurry， 读音近似乌拉，这在蒙古语中是赞美词。通常蒙古骑兵在冲锋时会高呼乌拉，以祈求战争胜利。在中世纪，蒙古人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。一旦欧洲人突然听到远方传来乌拉声与套索的嗖声，便知晓那令人闻风丧胆、战无不胜的草原骑兵来袭。因此，美国史学家杰克·韦瑟福德认为，俄语中的乌拉正是由蒙古人传播至欧洲的战斗宣言。由于蒙古人作战勇猛，被统治了几百年的斯拉夫人继承了乌拉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，并且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交集不仅体现在语言方面，在血统上同样有所体现。历史上，蒙古帝国对俄罗斯地区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，在此期间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蒙古贵族后代与当地斯拉夫女性通婚，他们的后代也逐渐融入俄罗斯社会。这种通婚促进了基因交流，使得部分俄罗斯人的基因中带有蒙古人的成分。尤其在俄罗斯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，这种基因交流更为频繁。尽管俄罗斯人与蒙古人并未开展大规模通婚，但贵族之间的联姻时有发生，所以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是鞑靼人后代。近年来，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，科学家们对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的基因展开了深入研究。研究结果显示，确实有一部分俄罗斯人携带蒙古人的基因，特别是在俄罗斯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。例如17世纪的沙皇鲍里斯·戈东诺夫、领导10月革命的列宁，以及俄罗斯上一任国防部长谢尔盖·绍伊古，他们都或多或少拥有蒙古人的血统。尽管基因研究证明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，但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。大多数俄罗斯人将自己归属于斯拉夫民族，而蒙古人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认同。前面提到，乌拉最初是以战斗呐喊声的形式出现的，在沙俄和苏联时期，乌拉的军事意义尤为凸显。在沙俄与苏联军队中，每当冲锋号角吹响，乌拉声便会随之响起，士兵们齐声高呼乌拉，声响震天。这不仅能够极大地激发他们自身的战斗热情，更能对敌人形成强大的震慑，使其在心理上产生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一场决定二战走向的残酷战役，在这场战役中，乌拉的喊声几乎贯穿始终。
苏联红军士兵们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，却依旧高呼着乌拉，一次次奋勇击退德军的进攻。那一声声呐喊，仿佛具有无穷的力量，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苏联红军自身的士气，更让德军心生绝望。在英语里 ，Hurrah 是一个用以表达庆祝或鼓舞之情的感叹词。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古日耳曼语中的 hur， 该词有着起身或者兴奋的含义。在历史上，英国士兵在取得战斗胜利之时，往往会高呼 Hurrah 来庆祝。然而在当下 ，Hurrah 更多的出现在非正式的场合，比如生日聚会或者体育比赛中，用于传达喜悦或者祝贺之意。德语里的 Hurrah 和英语的 Hurrah 拥有共同的词源，均源自古日耳曼语。Hurrah 原本是普鲁士军队在战斗时使用的呐喊，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。在现代德语语境中 ，Hurrah 主要用于表达庆祝或发出感叹，意思类似于万岁或者太棒了。日语里的万岁 Bansai 曾经在战斗场景中被广泛使用，尤其是在二战时期，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，常常会高喊万岁来鼓舞士气。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人类天生就具备情绪表达的本能，而高喊乌拉便是一种极为直接的情绪抒发方式。当人们身处压力之下，或是急需鼓舞士气之际，借由大声呼喊，能够将内心潜藏的紧张、焦虑与不安等情绪尽情宣泄而出，进而实现心理层面的解脱，收获轻松之感。心理学相关研究清晰地表明，高声呐喊这一行为能够促使身体释放内啡肽 endorphins， 这种被誉为幸福激素的物质，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压力，还能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。无论是在战场、体育场，还是各类团体活动当中，大声喊出诸如乌拉这样的口号，能够迅速激发兴奋情绪，释放能量，让人们瞬间进入状态，极大地提升信心与战斗力。接下来，我们再从物理学与生理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。当一群人齐声高喊乌拉时，声音会在空气中产生低频震动，进而引发强烈的共鸣效应。低频声音在传递情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，尤其是像乌拉这种包含强烈元音的发音，更能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参与其中的人还会切实感受到胸腔的共振，这种共振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自信心与存在感。此外，心理学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当人们一同喊口号或者唱歌时，他们的心跳会逐渐趋于同步。这种现象被称作生理同步性 （physiological synchrony）， 它对于增强集体归属感以及团队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在俄罗斯文化的璀璨星空中，乌拉这声简洁却震撼人心的呼喊，穿越了历史烽烟，凝聚着勇气与团结的力量。从拿破仑战争到现代的冲突，乌拉始终激励着士兵们成为面对困境时的精神象征。但当我们回首历史，乌拉不仅是力量的彰显，更提醒我们深思冲突的代价与和平的珍贵。这声呐喊也让我们相信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乌拉时刻，用它来鼓舞自己突破难关，砥砺前行。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对乌拉有更多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探索更多有趣的文化与故事。下期见。